今天的再画一幅，还是画一个斗方，再画一个斗方，画到这里吧，画到这里，然后可以从这里出枝，这里来一些嫩芽。那这里是出这朵花，那这里可以来一个花苞，这里会有一些穿插的这个枝出来，这里来一个花苞，这里会有一些叶子，这两边这些有一些叶子，大概这样子的啊。那我们这一朵花是朝左边的，那还是这样子的一个花型。跟这个花型是一样的，我们就不做这个花型的分解，一样的哈，同上哈，同这个是一样的，这个分解同这个是一样的，它也是一个绣球形的，只是朝向不一样。这个是它是圆在这边，然后这个下面的大花瓣在这里，然后我们一样的是分1、2、3层去画，然后就主要看我们这一朵花的颜色，我们用什么颜色。斗方是50乘50的，来大家看一下这朵花，看一下这朵花，看一下你们看到了什么颜色。底色我们就不换了，因为我们那个底色还有没有用完，我们继续用。那底色还是一样，太白加三绿，因为前面调了一盘啊，太白加三绿没有用完，我们要继续用。第二个可以用这个珠标加大红，或者是来一点点这个玫瑰红也可以，来点玫瑰红。然后第三个是用这个珠标，大家用颜色可以自由一点，加大红、曙红。最深的地方用一点点曙红胭脂啊，就是最深的地方才会用到一点点。好，今天这个是第一幅，今天的第二幅。那我们底色前面已经调好了，底色还是继续用。这个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三绿，我们还是继续用啊。好了，好像三绿少了一点，我们再加一点三绿进来。好，这个太白里面加一点三绿，三绿放在这个碟子边上，慢慢往里加，加到这个白色跟这个明显的跟这个纸有不一样就可以了，加多加少都可以。好，来调出今天这朵花要用的这个颜色，玫瑰红。加这个底色就是为了让这个画面更加透亮。有些时候也不用底色，你画这个深色的，画这个非常深色的这个花，你就可以不用底色。画这个大红啊什么的就不用底色。你浅色的花，你不用底色，它就这个颜色太薄了，就显得你用了底色和不用底色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效果。就是我们这种画法是要用底色，那有一些画法可能是不需要用底色的。那个大写意就不用底色，我们这个是画的小写意。底色里面加了这个三绿之后，因为我们这个是白色的纸，第一个原因是让这个白色纸里面，如果说你不加这个三绿，太白也是白的，纸也是白的，基本上就看不出来。第二个，它就加了这个三绿之后，它整个颜色会显得透一些。加一点藤黄吧，用大红加藤黄吧，不要加珠标，加珠标不明显，大红加藤黄吧，把它改一下。
改一下，这个大红加藤黄，加藤黄。其实用颜色的话，就是要比较自由，没有一个一定的。然后用这个什么曙红胭脂，珠标大红调一起，你不用珠标，直接用藤黄和大红调在一起，不要珠标了。珠标加上去没有那么鲜亮，还是用大红加藤黄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再来一张纸啊，再画一下这个斗方。好像好久没有画这个斗方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画多一些斗方。这个纸用光滑的这一面来画。那么今天这朵花就直接画在这个左上角这个地方。我们先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来1/2的地方，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了。这个只是打一下底，让它有一点透一点点这个玫瑰红的这种感觉。它整朵花其实是这个大红色的，是这个粉色的。然后我们再去调这个大红色，我们刚刚调好的这个大红色，调好了这个大红。然后笔尖可以蘸一丁点这个曙红。好，我们开始画的这个地方，这朵花画在这个地方，从哪里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碎花瓣啊，碎花瓣你想从哪里画都从哪里画都可以，从哪里下笔都没有关系啊。你主要你最终能够把它组织好，组织成一朵花就可以了。那你看这花瓣是多自由的，多么自由的去画，你想从哪里画就从哪里画，就没有一个定数，没有说你要怎么去画，一笔一笔的，哪一笔连接哪一笔，哪一笔连接哪一笔，没有。我们这个画法就是一个自由的画法。那你这个花瓣有大有小有变化。就是我为什么这么画，就让你们看到这个笔法，就是它就是很自由的。就画这个碎花瓣，它都是一些碎花瓣组成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。就这么点一下就是一个花瓣。水分，我这个调的这个水分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点大，你们画的时候尽量水分少一点点。这个小的花瓣里面偶尔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，让它有大小的这种变化。笔尖不停的在补充这个颜色，笔尖在不停的补充颜色，看到吗？这种就是一笔一下来就是一些小的细节。笔尖不停的补充颜色，来，笔尖不停的去补充颜色。有的时候可以补充一点点曙红，有的时候这个花瓣可以大一点。
好，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碎瓣啊，各种各样的小碎瓣去组合。好，尽量慢一点，加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再加大红，尽量慢一点点啊。这个小花瓣中间偶尔掺插一些这种大一点的花瓣。好，现在这个笔上没有底色，我们用这个笔肚去加一点底色，用这个笔肚去加一点底色。然后我们到上面的这个花瓣会越来越浅了，越来越浅。浅的地方我们怎么画，就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。一点点虚的，好，直接这么去点它。你画这个虚的，你就拿这个笔去点它，沾一丁点颜色去点就可以了。一丁丁点颜色就可以。这里又透一点点这个玫瑰红出来。好，马上把这个浅色的画了之后，这个花的花型就显出来了。好，我们再画下面这一些花瓣，下面会沾一点底色吧。现在这个笔上没有底色了，我们沾一点点底色。然后还是一样的，先调一点点颜色，先把这个玫瑰红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，然后调一点点这个大红色。我们下面画一些这种反瓣啊，画一些这种反瓣。反瓣的话，可能就画个1、2个就可以了，不用太多，让它有一点点这种反瓣的这种感觉。其他的我们直接把它散开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再另外调这个底色，要另外加一点东西。这个底色里面我们要再加一点三绿和这个胭脂，画这个最下面的这一层，加点胭脂进来，把它调成这种灰灰的这种感觉。把它调灰一点，好，不够我们再来一点。好，就调成这样子也差不多，不用再加三绿了，就调成这样子也可以了。在里面是加了一点胭脂啊，加了一点胭脂，它会变成一点灰，稍微灰一点的这种颜色。如果觉得不够深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再加一点三绿，让它再深一点点，让它再深一点。再来一点三绿，胭脂再来一点，慢慢的往里调，把这个底色变深，这样子这个颜色才会有层次感。它不是说整朵花都是在一个层面上的颜色，它是3个层面上的颜色。所以它这朵花会显得，就是画完之后才会显得更加灵动。调色的时候还是一样，我们先底色，只是底色不同，其他的颜色还是一样的调。但是这个画大花瓣的时候，颜色要调上一些；画大花瓣的时候，颜色要调到笔的2/3的地方来。把这个玫瑰红调上来，然后再调这个大红，大红稍微少调一点点哈。这个下面的花瓣可能说是这个胭脂多一点，要用到这个胭脂
颜色会有一些变化，用胭脂。那我们先把这里画一个大花瓣，来这里先来一个大花瓣，加一点颜色。颜色没有调匀，都看到笔尖上还有颜色没有调匀，颜色一定要调匀。转过来啊，让它有点转过来这种感觉。这个大花瓣让它有一些姿态。好，这个有一个反瓣里面我们要加上这个正瓣啊。这个花瓣也是让它有一些姿态。让它有一些变化，这种感觉，不要把花瓣画得太平了。这个花瓣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也是包起来。那这边我们再来一个花瓣。好，这个花瓣从下面来，回一下笔。好，我们没有底色了，我们加一点底色，加点底色之后还是一样的调色。好，这里来一个。好，其他的颜色也沾掉一点点。好，我们再调整一下花型。好，我们来调整一下这个花型啊。好，我们来调整一下这个花型。好，这一朵花我们基本上就这样子，看一下有，诶，这个太深了，回笔的时候不要太深了啊，颜色不要太深了，可以回一下笔啊。那基本上这朵花就这样子简单的完成，然后把中间这些要再深一点的，可以把它再调一下，让深的更深一点。
好了，差不多就这样吧。笔上的水分有点大，来先看一下，对照一下这朵花。对照说这一朵花啊，这个是我们今天画的这一朵花。我们加一下它的花心，太湿了，我们把它沾一下；太干的话，太湿了，我们加花心，它会加不了，它会晕开。好，我们画一下花心。好，我们加上这个，在花心在最深的地方加啊。好，这个花心就在这个花朵的正中间，有疏密关系啊，中间让它最多，中间这一块让它最多，然后有一些地方跳出来。好，这个花心大概就这么多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，让这中间这一块最多，然后慢慢的第二朵最少的，这样子去排列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真实的花。那我们开始画它的叶子，来画一个枝干，从这里来，最中间。笔上的这个水分太大了，幸好我走得快。这一组叶子我们让这朵花直接跳出来，然后把叶子画在下面一些的地方。跟刚刚那一个就稍微的有一些区别。来，这边一组，这边一组，这边一组。从这里出来啊，安排叶子啊，我们这里再画一朵这个小的，这里再画一朵小的，这边画一朵小的。那小的我们也可以先把它的枝干画出来，先把它枝干画出来，先把叶子安排好。好，这个叶子安排一下。先把这个枝干，你想要把它这里成一个团块，这里让它有很多叶子。那我们先把这些叶子先画了，然后把这个花苞就画在这个叶子的后面，让它有一个遮挡的一个关系。那画老叶子我们还是刚刚已经调了，还没有用完的这个颜色，就是这个花青加藤黄加墨，花青加藤黄加墨调成这个墨绿色，然后我们笔尖再蘸这个浓墨，笔尖再蘸这个浓墨去画这个叶子。好，我们现在画这一组。
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画出一片叶子。第二片，这里画一个侧面的，好，让这一组叶子。好，这边我们来一个侧面的叶子啊，让它有一点侧面的这种感觉啊。然后这两组叶子我们都让它伸过来，就不让它往这边伸了啊，不让它往这边伸。两组叶子都伸过来，就是不要让这个叶子，就让它留一个空，让它这个叶子会有一些这种。好，这里还有一组，你看这里有一组，我们这样子出来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这里还有一组，这一组叶子就马上就变多了。这里还有一片伸出来一点点，让它有这种多遮挡的这种关系在。好，这一组叶子就这样子长。这片叶子我们可以来大一点点啊，让它穿插过来。好，这边还有一组叶子呢，这边一组叶子，我们待会儿看一下啊，还是画这个比较深一点的颜色的，让这边这一组，让这一团会很多。待会儿我们可以跳出，看哪里跳出一个东西来。这个花本身它已经跳出来了，那么这边等下来一组这个嫩芽，这边跳出一个嫩芽什么的。来这边这一组叶子。沾一点笔上沾一点水，笔尖沾一点墨。这一组叶子还不是说很好安排。好，这个已经长到这里来，也只能这么画了，只能这么画。后面还有啊，后面的层次。那后面我们就只能用这个淡墨的这个层次画了，它在这一片的这个后面。这一片，那后面还有一些我们就不管它，可能说不是说每一片叶子都能够看得到。那后面这些还有，让它在后面的这个层次，让这一组就很密。好，这一块让它很多。那我们在这边再画叶子的话，我们就要画不一样的颜色的叶子，我们把它画成嫩叶子。这边再来一组比较黑的叶子吧，还是用这个墨绿色加一点墨绿色，然后笔尖蘸一点浓墨。这组就画一个小的组合，不要画太多。这里来一个花苞，这个叶子还是让它在前面吧。这里来一个小的组合。那么这里再来一组这个嫩叶，上面就来一组这个嫩叶。嫩叶还是藤黄、三绿，加点珠标，加点胭脂。
那这个嫩枝干不够明显的，我们可以加一下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加一个，这里如果觉得太空了，可以加一个这种小的叶子。好，我们这里来加一个花苞。这里加一个花苞之后，再来看一下这个枝干从哪里出来，从哪里出？从这里出，这里从这上面出比较好吧。来，我们拉下来画一个花苞啊，拉下来画一个花苞。好，我们来画一个花苞啊。在这个地方画一个花苞，还是一样用这个大横竖横。那既然是花苞，我们要把它包起来。但层次还是要画出来啊。花苞是越到深的地方，越到中间的地方就颜色就越深。可以最深的地方我们可以加一点胭脂。在后面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这里可以让它掉下来一个。有一点这种遮挡的这种关系。那我们把这个中心的地方用最深的地方把它画一下，填上。最深的地方用胭脂。好，这样子就来了一个花苞，这是后面遮挡住的一个花苞。那我们再拉高一点，看前图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枝干怎么安排啊？这个老枝干。那我们把这个画叶子的这支笔稍微的洗一下，然后我们蘸这个浓墨，水分不要太多了，太多了我们就画不出来。把这个笔弄扁它，哇，这个颜色已经干了。来蘸满，蘸这个浓墨啊，蘸这个浓墨。从这里出来。这里来一个穿插的，来一个穿插的。这个从哪里转啊？
从这里吧，从这里长，从这里过来。这里还要不要出一个枝呢？就这么多也可以。如果想要再多一点东西的话，这里可以加一些嫩叶。这里来一个枝，长一些什么嫩叶、嫩芽什么的。好，我们这里加一些这个嫩叶。嫩芽、嫩叶，这里一个，这边再来一个。这两个差不多大，差不多大，把这个加大一点。每一个都稍微的有一点点区别，不要都一样大。感觉有点普通了。这里再伸出来一个，让它有一点变化，大、中、小。好，我们这个枝干可以长下来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勾一下这个叶茎，勾一下叶茎，用这个浓墨来勾叶茎。
好，把这个液晶都勾一下。好，液晶勾完，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。有没有看不看到前图？今天画了2幅作品，嫩叶也要勾，嫩叶也要勾。嫩叶你在近的地方是要勾的，如果说是远的地方，比较远的地方就不勾了。像这个还可，这个是要勾的啊。好，今天2幅作品，我看一下都看不看得到，能不能2幅作品放在一起看？今天画了2个小品。这个是今天画的2幅小品，2幅，一个豆绿，一个皂粉。